虽然你们都是东城出来的人，可是却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怎么说呢？他给我的感觉啊，就好像这么说，就好像我们两个人不是同一个草里吃草的马。大家先冷静下来，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说。我们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对。什么真相？我问你，东城是不是要破产了？如果东城要破产了，为什么公司不发布公告？你们要信任公司。那我再问你，盛世撤资的事情是真的吗？难道我们这帮子人的工资一分就拿不到了吗？第一，无论是盛世要撤资这样的谣传，还是未来的一些谣传也好，请以公司发布的公告为参照标准。第二，东城的利益关乎到每一个员工的利益。企业的良好工作环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维护，而不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就跑到公司来闹事。第三，我以东城董事长的身份在这里跟大家保证，东城绝对不会克扣拖欠员工1分钱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去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怎么样？再相信他一次？怎么样？行，到一个今晚。行，相信他一次。我们再相信你一次。再相信一次。咱们走。走，兄弟们，走。我要的东西呢？钱呢？没问题。哎，小心点啊，半瓶就够要人命的。顾董，闹事的员工大都回自己的部门了，但也有极个别的写出辞职报告递交上来。好，辞职的就不要强留，通知人力部门一定要做好离职的手续。还有，关于各个岗位的空缺，要及时补充新鲜血液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那个叶小青想要见你。好，请她进来。欣啊，我有点事儿想要告诉你。你先坐。好。昨天下班以后啊，我看到了 Lucy Lee 和奔雅琪2个人在一起，好像是在一个养生会所的电梯间。本来嘛，他们本来就是上下级，下班以后常聚聚也没什么，不该我管。只不过我看他们的神情啊，既幸灾乐祸，还有一点神秘。我特别担心你心妍，所以特地过来告诉你，咱们公司最近形势这么不好，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啊！小青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没什么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哎，你怎么好像胖了？哦，都怪这个李明刚，天天给我夹粉做好吃的。什么？都回去上班了？这罢工闹得也太不像话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东城的员工也太没有骨气了，不知道顾欣妍说了什么，就都回去工作了。这些员工啊，都在气头上，火气消了，自然就回去上班啦。你以为他们真想革老板的命啊？他们的利益又没有受到损失。想要东城彻底瘫痪，还
还是要员工的实际利益受到威胁才行啊。那是自然。这就完了？也没闹出什么程度嘛。这还能闹到什么程度啊？都上新闻了，你看。至少得让领导保证啊，几年之内不裁员、不减薪，这是我们的最低需要了。是啊，是。我可听说了啊，人家璀璨那边又加薪了。真的假的？又加薪？他们不是刚加完吗？有钱就加呗。这几年啊，他们已经整体加薪2次了，而且每次幅度啊都在10%以上呢。加这么多？咱们这边就惨喽，别说加薪，工作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。哎，我就说，顾董事找我去清查资产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些不对。你说，就算上市要撤资，也不到这一步吧，对吧？是这样的，马姐，你看一下。小周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哎呀，董事长，我清楚的记得你别让我外传这个消息的，是大家伙正好聊起这个事情了，所以我就跟着聊了几句。小周，你别紧张，我没有怪你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。你跟我说说，你们是怎么聊起这个话题的？好像是马姐吧？对的，是马姐。马姐说璀璨又涨薪水了，所以大家就有感而发了。董事长，我真的错了。虽然这个事情不是我提起的，我也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提及这些莫须有的东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去工作吧。那我先走了啊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短短几天之内，李卓然过世，本该是百废待兴、从头再来的时候，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急转直下的转折点？我想的问题和你是一样的。按照现在的情况，答案就只有一个。有人想要打劫东城。没错，就是那些想要收购东城的人。创始人过世，前任董事长落马，你呢又刚刚接手这一摊家业，还没来得及处理，野蛮人就堵到家门口来欺负你了。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散发着欲望。欣妍，你这么拼，难道不累吗？累，我有的时候真的快累死了。有时候呢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懂你，再苦再累你也要扛，别人的黑锅你也要扛。但是有些时候呢，我又觉得我一点都不懂你。是啊，欣妍，你母亲的冤情已经查清楚了。如果说李卓然是你的一个宿敌的话，那么你在与他的这场较量当中，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。如果这个时候东城被资本收购，你瞬间可以获得这一辈子的财务自由，可你却坚决反对收购。因为有的时候，收购者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收购，那是什么？是消灭。从被收购的那一天起，就是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。收购者最大的目的是消灭最大的竞争对手，这样才是最有效的扩张方式。我终于知道，你为什么坚持要让东城维持下去了。只要东城还在，就还是会有翻盘的机会的。我的职业生涯与东城荣辱与共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全力支持你。欣妍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，但是今后我也会一直支持你的。
谢谢你们，有你们在，东城就还有希望。他有，公司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特别是财务方面的工作，我都快要撑不住了。我多么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，和我一起面对。我多想听到乐天派的你告诉我，万事只要有你在，事情就能解决。可是你却一直躺在这里，不说不想。我多么想看你对我笑一下。孟潇潇，心妍，手，走。感觉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没事儿，你放心。医生说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液体，是浓硫酸哎。要不是你及时出现，我肯定毁容。用我这点小伤换你的颜值，值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一出医院门，我就看见一个黑影朝你冲过来，我这也是本能反应。你说会是谁呢？下这么大死手？反正我是没有看清楚，因为天太黑了。你觉得会是谁呢？我觉得像祁东海。祁东海？你为什么会觉得是他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一种直觉。哎，你怎么会来医院的？加完班之后不想回家，说过来看看林哲。没想到能被人盯上，幸好你在这个时候下楼。这就叫命。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。要不，我给你的董事长办公室送一面锦旗。锦旗？你说的是那种红底黄色字的那种锦旗？你放我董事长办公室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？哎，医生，我朋友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他手上见到的硫酸液体不多，并且处理的及时，没有造成其他的后果。手上嘛可能会留点疤痕，不过还是可以修复的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，谢谢您。哎，听到了吧？将来我陪你去做手部整容，能恢复的。谢谢你啊。外面有2个警察局的同志在等你们，说是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住了，需要你们去做个笔录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快走吧。李总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顾心妍被人泼硫酸了。他受伤了吗？具体伤情不知道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被泼到了。
东城这阵子真是祸不单行啊！哎呀，这顾心妍呀，可是够倒霉的。让我们看看以后东城要怎么办吧。哎，这款设计倒是挺漂亮的啊。你们跟犯罪嫌疑人认识吗？对，我们是同事。那以前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作案动机？并没有，至少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。而且，他工作还挺认真负责的。警察同志，他应该不会被判很重的刑吧？啊，这个我也不好说。怎么样了？好了。来，你们看一下。谢谢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在上面签个字吧。警察同志，我们能跟嫌疑人见个面吗？啊，可以。他现在还在我们这里压着呢。等一下，我派我的同事带你们过去。谢谢。给你们5分钟时间。谢谢你。谢谢。祁东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为了钱。我承认我是一时冲动，但也不能怪我。我舅舅临死前把股份都给了你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你觉得他为什么把股份留给我这个非亲非故的人啊？还不是因为你让李卓然失望至极。祁东海，你以为李卓然这些股份是白给我的吗？这当中有非常苛刻的附加条件，他要求我每年给他老婆儿子打500万。怎么，很惊讶是不是？你以为你舅舅是慈善家吗？他把股份留给我，无非是觉得我会信守承诺罢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人生已经毁了。你还有一份工作。董事长，你知道我是李卓然的外甥，而且知道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，你还愿意用我吗？只要你往后洗心革面，我会给你这次机会。林哲，我又回了趟咱们的老家，买了你小时候哭着喊着想吃，却没钱买的辣火腿。哎呀，你快点醒过来吧！只要你醒过来，你想吃什么，想玩什么，哥都答应你。不能告诉他们，那多上火呀！听了。可是你不跟他们说，这是怎么能瞒得住呢？那怎么行啊？哎，来了来了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顺道就把小青一起接来了，手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一点皮外伤而已。这祁东海下手也太狠了吧？疼不疼啊？夕颜是为了救我，祁东海是冲我来的，要不是他，我肯定毁容了。夕颜，要不我们今天别去上班了啊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公司还是要去的，走吧。星源，还是别去了吧。对对，别去了别去了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没有啊。是不是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到底怎么了？别吞吞吐吐的了。我跟你说，公司又被记者包围了。
而且，确切的说是昨天晚上记者都已经守在那儿了。你手书上的事儿，他们知道之后，这次来的不只是商业版，连娱乐版和社会版都来了。小青不让我说，怕你俩上火。这些记者还真不嫌事儿大。越是这种情况，就越应该去公司。走吧。那我叫车。喂，顾董事，快来公司！我知道了。现在公司被记者包围了，是吗？我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是林总回来了。林总回来了。跟我说说你这2天的经历吧。我去了一趟我和林哲出生的地方。林哲出事儿，李卓然坠楼，让我反思了很久。你说我们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却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，这种打拼还有什么意义？顺便去祭拜了一下我的父母，跟他们说我这个当哥哥的有多无能。我爸去世前，我答应过他，要照顾好林哲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是用我的意志控制他，不让他跟同龄的孩子玩，没让他享受过童年的快乐，只是一味的让他读书、读书再读书。可是你知道，一棵树，只有自由的生长，才是最幸福的。林哲太理解你，他一直想要成为你的骄傲。如果不是我，他也不会陷到这个泥潭里。如果他醒不过来，我会照顾他一辈子的。星妍，你别想太多。林哲的选择很清楚，他希望你平安，希望你能快乐，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，别辜负了他。你那手没事了吧？哦，没什么事儿。其实就是小伤，休息2天就好。就是医生有点小题大做，非要包成这样，好像多严重似的。还是听医生的吧。怪我太大意了。当时祁东海在派出所里交代了和李卓然碰头的地点，我就以为他回头是岸，没想再过多的深究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如此穷凶极恶。我真的没什么事儿，还挺庆幸的。如果这一大瓶硫酸泼到了孟潇潇的头上，那肯定是要毁容了。你说他怎么会对孟潇潇这么大的仇恨呢？李卓然在坠楼之前，把股份转让给了孟潇潇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每年给他的老婆还有孩子打500万。可是祁东海并不知道这个条件，他还以为孟潇潇断了他的财路，疯魔了吧？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林总，会议室准备好了。好，马上去。哎，大家好。最近我去处理了一点自己的私事。这事儿我能理解。那不单是我啊，就是在座的各位，如果自己家里唯一的亲人出了这种事，恐怕谁也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，是吧？愿林哲早点好起来。谢谢，谢谢。最近东辰出的这些事儿，我从其他渠道也了解的差不多了。我们的董事长虽然年轻，但是我觉得他处理的非常好，也很及时，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。
想必各位也都知道了，以璀璨为首的几家资本想联名收购东辰。今天我们就这个议题，大家表个态吧。董事长先说吧。东辰不卖，也不接受收购。东辰和金伯利钻石合作的琉璃钻新系列马上就要上市了，和栾总监共同创建的基金活动也要开始了，工厂里的各个设备也在陆续的更新当中。我们扭转局势指日可待。我赞成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风险也太大了吧？我听说盛世的第3笔投资款到现在还没有到位，而且他们对第1笔投资款还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审计要求。如果这时候盛世突然撤资，恐怕我们连第1笔投资款都很难返还吧？哼，到那个时候东辰可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吧，如果对方提出的收购条件对我们有利的话，我们赶紧卖给他好了。或者呢，我们可以主动找人收购嘛，主动出击啊。您这不是主动出击，是主动放弃。别说中国的企业了，世界500强的名单，您可以从头到尾去看一看人家企业的成长史，哪一家企业不是先受了伤，养好了伤疤，再受伤，再养伤呢？但是有一个惯例，那就是凡是受过伤的地方，必然会形成很强的免疫力，让企业由短板变成长板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毁灭我的，必将成就我的道理。如果现在不趁东辰还值几个钱的时候赶紧卖掉，那还等什么时候啊？你要替我们这些小股东考虑考虑啊！钱董事，如你所说，如果在东辰还不值几个钱的时候就把它卖掉，那么等到将来东辰更值钱了，你是不是才会觉得今天的自己是有多么的鼠目寸光？这万一东辰要是一天不如一天呢？到时候我们想卖，未必有人想买呀。邱总啊，你还坐那儿干嘛呢？发表意见呐！好，那我说2句啊，人活到老得学到老。过去我一直挺自信的，凭自己的老经验做事情。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变化，老经验已经不灵了，老理儿也不灵了，包括书本上的那些条条框框都不灵了。到底什么东西是灵的？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过去我一直以为咱们的董事长李卓然很灵，但是结果呢？结果算了，这也不说了。各位要听我的意见，那我的意见就是你们年轻人自己去决定。我作为股东，我的股份不算大，也不算小，我也不想把我的股份去卖掉。那么，你们年轻人就去做好决定，然后告诉我，我听个响就可以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举手表决吧。不同意东辰被收购的，请举手。我弃权。好，7票反对，1票赞成，1票弃权。我们东辰内部总算达成了共识，就是反对收购。那么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展开工作吧。好吧。进来。潇潇，来。林总，这是近日公司的一些经营情况，重点的部分呢，我已经做了标记。好，坐。潇潇啊，我听说白大英雄救了你一命，是不是准备以身相许啊？我跟他说了，要送一面锦旗挂在他的办公室里。潇潇，能看到你现在这样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李卓然死了，唐老师也得以平原昭雪。在我这心里啊，有好多东西我已经放下了，你也放下吧。
你现在就是你自己，还生我气吗？不生任何人气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你进步的这么快，都当上销售副总了。全凭着白董事长提携。哎，跟你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。那我现在跟你聊聊我下一季度的工作思路。好啊，来，边喝茶边聊。新娘来啦！来了，你的手怎么样了？活动自如。要不是遇上一个固执的医生，我早就把这纱布给拆了。啊，没事就好。我还担心了好一阵子，我就在想啊，我这边给你这么大的压力，Lucy Lee又张罗着收购你，你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如果我真的成了压到你的最后一棵稻草，那我胡凡成什么人了？不会，我可是您投资珠宝界的第一位设计师，您要相信自己的眼光，我不会那么脆弱。有你这句话就好。所以，您还是决定要收购东城，是吗？我今天来找您也是为了这个事情。怎么，改变想法了？同意被收购了？恰恰相反，不同意被收购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。我是希望您可以收回这个想法。你给我一个理由。东城还没有输，还有赢的可能性。我不想压大压小赌输赢，联合几家优势资本直接拿钱收购，不比守在一个坑里更有效吗？但是您那几个投资战略小伙伴，跟您的诉求可是不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您的诉求很好理解，那就是投资回报获得利益最大化。但是璀璨不一样，他的诉求是消灭东城，独占市场。你们两个人的诉求刚好是相反的。我经手过几个这种联合投资的案例，大家的诉求不见得要统一，而且也无法统一。看来您是决定，哪怕和几个战略小伙伴同床异梦，都不要东城这个结发器了。行啊，新娘，学会打比方了啊。我这也是接了您的梗。我还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，投资就像找对象和结婚一样。你说的没错，不过目前我的想法不变，同床异梦也好过独守10年。我的想法也不会变。那么接下来，东城就要开启保卫战模式了。进来。李总，我听说林毅回来了。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东城已经乱成一锅粥，他看不下去了吧？真的是众星护主。而且他一回来就立刻召开了股东会议，知道是什么内容吗？具体什么内容打听不到，但是猜也猜得到，中心思想跟璀璨死磕呗。单是一个顾心妍就已经很难对付了，现在再加上一个林毅，我们收购的事情就更加困难了。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3家投资方愿意出手，这次我绝对不会错过任何扳倒东城的机会。佳琪，你那天分析的一点都没有错，顾心妍就是个硬骨头。我们要从东城的内部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呢？
还记得叶小青吗？那个你一叫就出来的顾心妍的闺蜜。但是这个叶小青她盗取顾心妍方案的事情已经败露了，就算他俩和好了，信任这个东西很难修复吧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可以被我们利用。进来。老大，这是董事长给的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打开。啊。这是股权转让协议啊，这是我给他的文件，怎么又给我送回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这不是亲自来给你解释了吗？你的就是你的，你说你给我送回来干嘛？之前我同意，是因为为了取得在董事会的话语权，现在没有这个压力了，物归原主。原主就是你呀！我不要，您这是想逃避责任吗？静言，我发现你最近进步很快，你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，你正慢慢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。那都是因为有你在。早晚会有这么一天。我不能让这一天到来。股权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您别想图清闲啊！一点股份没有，我也还是东辰的总经理，我不会不管东辰的，除非白董事长开除我。连毅哥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妈为什么要把股权给你，而不是让你帮我代持呢？当了股东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一份股权一份责任。我想我妈应该是不想让我负担这么大的重任吧。我渐渐可以理解她一直反复跟我说的那句话，她说希望我成为一个简单、快乐的平凡人。所以呀，请你不要再违背唐婉容老师的意愿，给我一点点成为简单、快乐、平凡人的可能性，好不好？先放着吧，以后再说。医生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几次内心检查倒是都很正常的，虽然脑干反射功能还是处于消失的状态，但对一些刺激是有一些轻微的反应的，这些都是很积极的情况。那太好了，那有什么情况的话，我们随时沟通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喂，小千啊，是我。你最近忙吗？我在整理一些资料。那你有没有空啊？我们出来坐坐。